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注意看，日本选手来中国打比赛，竟然把泳裤当成礼物送给中国选手。愤怒的中国选手当即就要和日本狂人大干一场。情绪稳定的孙志祥并没有对这家伙大打出手，而是在擂台上教训了日本狂徒，让其痛失了冠军金腰带。输了比赛的山田健太十分不服气，对着镜头就开始嗷嗷乱叫，还说什么要制霸昆仑。日本選手に負けなしかもしれないが、俺が初めて敗北を味わわせてあげよう。他の中国人選手たちよ。誰も俺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トーナメントを制するのは、この俺だ。この俺だ。殊不知，这家伙已经惹到了他不该招惹的人。他的对手叫杨卓，绰号炸药。听这个绰号就知道杨卓的脾气很暴躁，尤其是面对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，杨卓能直接将其打死，绝对不会让嚣张的日本选手活着走下去。然而日本选手山田健太以为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，殊不知等待山田健太的将会是无尽的折磨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杨卓的精彩表现。杨卓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既然山田健太能成为杨卓的对手，那么日本这家伙的实力也还算可以，在中国也是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战绩，曾击败了中国武警队队长贾奥奇，实力非常突出，比赛经验也是相当之丰富。贾奥奇啊，对，经验很丰富，用招的时候变化比较多，就是一个变化线路的一个重拳才是 KO 的贾奥奇。对，杨卓呢是我们的国内的搏击的名将啊，对，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，就是很聪明。而杨卓现在是既当教练啊，又当运动员，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和单纯是做一个运动员拳手。杨卓面对强势来袭的山田健太，并没有掉以轻心，而是把所有重心放在了试探上面。毕竟山田健太可不是什么小喽啰。不过这家伙赛前所说的话，彻底激怒了杨卓，还敢说出制霸昆仑这几个字眼。看来山田健太是真的没有被孙志祥打服。好漂亮，力量很足啊，对，拳很重啊。我们看得出来，打到这个山田健太的这个防护拳套上都可以，把他头给带歪。是。杨卓还是没那么着急，在找山田健太所实施的动作都是迎击动作，并没有实施太多的主动出击。反观杨卓则是一直处于主动进攻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山田健太内围做动作。然而山田健太所实施的迎击确实给杨卓制造了大麻烦，晃来晃去犹豫不决，不敢主动出击。杨卓现在还是在处于，我觉得还是处于试探阶段。对。中扫。这山田健太刚刚这两个扫踢啊，哎呀，杨卓的这个发力啊真足啊。对。杨卓不会贸然的去做反击啊，或者主动进攻的这种动作。对，现在是越打越沉稳。杨卓打出的拳头很是沉稳，精准命中了山田健太很多次重击。即便如此，杨卓依然没有对山田健太发起太过猛烈的进攻。反观山田健太则是把杨卓带入到了内围对抗，被束缚的杨卓瞬间失去了对比赛的掌控能力。山田健太的拳也很重啊，上一次比赛就是重拳KO 对手。对。好了啊。山田健太这个低扫腿总是跟得很及时。杨卓的单击拳很沉重，要不是山田健太的躲闪能力强，恐怕要被杨卓打成脑震荡了。已经年近30的山田健太依然不服老。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和优秀的作战方针，依然在中国擂台上东征西讨，竟然还说出如此下三滥的话语。说到第二局，杨卓脚底下也加快了啊。杨卓面对山田健太的频繁搂抱，愤怒的杨卓直接把山田健太扔了出去。第一回合的杨卓是属于试探阶段，所以并没有掌握太多的比赛优势。然而山田健太只进行了简单的试探，其后就对杨卓展开了全方位的拳脚进攻。此时的杨卓还在慢慢熟悉比赛节奏，从而让杨卓的单击拳变得更加精准。
杨卓第一局没怎么发力，觉得进入2、3局之后啊，他应该主动输出会更多。对。点击进去点板，杨卓点击点板，往前攻。这两人虽然身高一样，但感觉山田健太的臂展应该更长一些。山田健太比杨卓的进攻欲望要强很多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杨卓内围做动作。反观脾气暴躁的杨卓，岂会轻易让山田健太在擂台上如此放肆？此时的杨卓急于找回自己的场子，于是便和山田健太火拼了起来。哦，两个人同时起膝。杨卓现在这个拳的技术，身上拳击的影子越来越重。对，尤其是这个摇闪的动作、摇臂的动作。而且他的这个摇闪动作，除了做躲闪，还有主动进攻压距离的时候，他也用到。对，一直到现在，两人都还有所保留。打完一套进攻之后，就进入到内围对抗。在近距离对拼的杨卓很精明，先是处于防守状态，其后开始寻找机会对山田健太发起主动出击。然而山田健太这家伙还在虎视眈眈盯着杨卓，貌似要把杨卓嘎嘣脆吃掉。打到肩膀直接直脚，打到肩膀直接直脚。基础杨卓。这个日本选手一贯有一个特点啊，特别黏。对。山田健太应该算是已经是好一些的，好一些，但是还是跟杨卓这个站在同一个擂台上，就能感觉到身上那种黏劲儿啊。对。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出动作的时候，两个人在这种中近距离，俩人的搂抱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在近距离对拼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这个距离是杨卓最擅长的距离，打出的拳头很快也很迅速，总能给山田健太来一个出其不意。这一现象让山田健太十分恼火，于是便和杨卓展开了激烈的火力对拼，往前拱啊！好漂亮！杨卓这几次的中扫腿也很不错。是的。两人好上来，杨卓不止杨卓，两个人上来就展开对攻啊！第3回合开始了，山田健太的搂抱还在继续，然而杨卓已经不想和山田健太搂抱下去了。情绪稳定的杨卓在第2回合获得了大比分优势。总体来说，此时的山田健太是处于非常大的劣势，要不及时更改策略，恐怕杨卓会直接夺走比赛的主导权。膝法平时他其实用的并不是说特别的多。对。杨卓比赛一直给别人一个感觉就是很稳。对。经验也很丰富，往后退的时候啊，还是不忘了有前腿一个勾扫啊，你看又是一个这样的，至少是场面上打得好看。对，连带再踢。杨卓的进攻越来越强势，打起架来也是一点都不怂，这就是前期发力和后期发力的区别。此时的山田健太在杨卓面前就像是透明人，不管日本这家伙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或者是防守招式，杨卓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。然而杨卓还在保存实力，所实施的动作让山田健太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日本选手控制距离的这个方式啊，确实有时候你不给你反击的这种空间，对，让你很难受。而且他在中近距离的时候，他比杨卓多了一个膝啊，对，这个时候就是杨卓这一点是吃亏的。杨卓我们看也尝试了几次啊，但是用膝法效果不是说特别理想。对。山田健太的搂抱次数真的很频繁，然而杨卓也在极力进行反抗。不过山田健太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状态，实施搂抱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裁判也无权干涉。反观杨卓的进攻欲望一直都很强，精准的拳头打得山田健太一愣一愣的。好，我们看山田健太啊，实在没办法就头往里拱，对，先把空间压缩掉。而且一旦这个贴紧之后有空，他起膝起得很好。两个人这段时间有点像拳击比赛啊。对，中近距离的这种拼拳、躲闪都有。不是杨卓处于主动进攻的姿态，就是山田健太处于主动进攻。然而杨卓所打出的每一拳都很精准，对比之下，
山田健太的出拳并不精准，但密度很高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开始搂抱躲避杨卓所实施的进攻，有点影响杨卓的拳法发力。过去能看到杨卓的拳法发力非常的好，对，力量充足。对，今天可是他这个没有合适的距离，始终是没有找到。对，好，漂亮，对攻。对，是因为年龄是摆在这儿嘛。对，结果他比赛结束了，杨卓第一回合是处于试探阶段，所以显得很是狼狈。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杨卓，后2回合才是杨卓的发力局。面对山田健太的猛打猛冲，杨卓依然能轻松应对并化解危机，其后再对山田健太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攻，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。对，你看两人其实在 The winner by 比赛结果。最终杨卓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痛揍了欠揍的日本狂人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杨卓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